好，那麼川普馬上要到北京跟習近平見面，而且呢已經三番兩次拋出來說會談軍售，會談軍售，只要談就已經違反雷根的6項決議了。美國是我要不要賣武器是我的事情，跟北京無關，跟你談什麼？我看起來會談，那談的結果，川普會讓步嗎？不賣武器給台灣嗎？剛剛前面2段我們在談這個話題啊，我覺得這是這陣子以來我覺得最重要的話題。今天早上3大報打開一看都不重要了，因為剛剛鳳姐在前面那段所講的，川普接受美國白宮記者詢問的那個稿子是大概在台灣時間凌晨快4點才出稿，所以3大報都來不及。那川普講什麼呢？川普是被問到哈，因為剛剛鳳姐有講了，他被問到說，那你因為現在目前已經去年12月有第一批的111億的對台軍售，那你還有第2批，你要不要繼續賣呢？他說對，這個事情我要去跟習近平討論。那什麼叫做跟習近平討論？觀眾朋友，1982年那個整個脈絡，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一下哈。因為1971年我們退出聯合國，1972年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我這邊的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我用台這樣比較清楚。所以有一個1972年的上海公報，到了1979年，尼克森在季辛吉的安排下去訪問大陸，所以中國跟这個美國，中國大陸跟美國開始進行關係正常化。請注意，那個時候中華民國跟美國還沒有斷交，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是1979年的1月1號。而第2個公報，所謂的美中3公報，就是上海公報、建交公報跟817公報。第2個公報是1979年的1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跟美國正式建交。而在這個建交過程當中呢，美國玩了一個 trick， 它在這裡面呢 ，One China Policy 跟 One China Principle 它做出了一個差別，就是這個是 AIT 的官方網站裡面的文件哦，它在事實上只有一個中國 recognize， 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recognize。但是中國是台灣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裡面，它只用 acknowledge 我認知來造成之後的2758協議文的中方跟美方認知。他的認知意思說，你說好，我聽到了，我知道了。對，好，那我為什麼會講這個？因為剛剛我們前面2段包含主持人跟來賓跟大家說的，1982年後來為什麼會有一個817公報？1979年都建交啦。美中3公報的第3公報是因為1979年美中建交之後，美國對台灣的軍售並未停止，這件事情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常不高興。你怎麼這樣呢？我們祖國總是要統一的啊，那你這樣在阻礙我們統一，所以這個違反了我們的建交公報。所以美國在1982年的8月17號給了中國第3公報，叫817公報。他承諾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它在質跟量上面只會比建交1979年之後逐年下降。而到最後有一天，終究會完全解決。那聽起來字面上什麼意思？就是美國對台的軍售只會更少，直到完全沒有。那在發布這個817公報的同一天，雷根政府也給了台灣6項保證。台灣就是1法跟6項保證，台灣關係法跟6項保證。1法3公報6保證。對，那3公報就是美中的。那剛剛這個鳳姐在講的就在這裡，第2條，未同意就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字句非常明確。就是我沒有，你不用擔心，我在那邊簽了817公報，我回過頭來，美國要對台灣軍售這件事情，我是不用問過中國大陸的。好，那這樣子一路從1982年到現在，已經過了多少年了？44年，已經過了40幾年了。川普一次就打壞了這個6項保證3次，他2月講一次，3月講一次，現在要出發了以後又講一次說，我要跟習近平談，所以這是已經明確踩到了6項保證的紅線，這是很確定的。所以我剛剛會說什麼？我說。這個事情非常值得台灣警覺，因為它很可能就會就此取消第2批的140億的對台軍售。那美國的國會議員是趕快啊，你國務院發了那個國會告知之後，我們這邊只要不反對，你就可以對台灣發價書，就去年12月那一批嘛，剛剛劉凱旋哥就講了嘛。那它會有什麼影響？因為大老是一點不擔心啊，我是很擔心，為什麼？因為我們是前面的加起來2批8000億上下的，第1批已經知道就海馬斯這些東西。第2批呢的內容是空防系統、愛國者3型跟雷達增強。簡單講，就是沒人跟咱爬坡台機。那今天我回頭爬過來的是，我們有一個 T-Dome 嘛，這才是 T-Dome 真正的核心。那如果川普因為這一次，他為了各樣的理由，他要增加他期中選舉11月的民調，他要解決美伊戰爭，他希望拿到更多的訂單，波音要買，真的就如他跟美國白宮記者講的，我要跟習近平談這個話題。談完之後，我們發現
反正台灣也不會被打啊。他的確就講了，我不認為中國會打台灣。真的把這第二批次的140億的軍售取消的話，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空防能力會大打折扣。我當然會覺得警覺，但我的結論是，剛剛前面講了那麼多哈，美國在對台跟對中都是兩面手法。跟中國有盡量公報，可是跟台灣這邊又講說沒有啦。第三個部分，台灣中一部分我沒有 recognize， 我只有 acknowledge。跟大陸有817公報，可跟台灣講說我有6項保證，你不用害怕，我賣你武器不用問過他。所以會不會川普為了要墊高禮拜四的川習會之前的善意，所以他講成這樣，可是最後呢，他終究還是給了我們第二批的147億，我不知道，所以我會保持警覺，我也不會認為美國事實上是為了台灣。可是這是有可能取消的，這一點我相信所有的這個我們戰情室的台灣的觀眾朋友都不需要警覺。就是說，大家知道我是一向主張跟大陸要和平溝通，然後要開放，我一向主張這樣。事實上，台灣第一個能夠開放大陸探親，就是我主張的。而且那個時候我質詢俞國華，我這個馬述理去跟蔣經國當場，蔣經國坐在榮總，把我的意見跟蔣經國講，蔣經國當場說好吧，民間開放。所以你懷疑我說對大陸什麼有敵意沒有？我完全主張兩岸開放，但是也不要忘了，我們還是在台灣啊，還是要在台灣，國民黨還是在台灣選舉啊，還要跟民進黨競爭啊。所以你的主體你要保衛，當然是台灣，當然是中華民國嘛，你不能忘掉這一點，不能忘本啊。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對北京我是不滿意的。我不滿意在什麼地方？當美國那個太平洋艦隊司令一直說怎麼2025要打了，2027要打了，2029要打了，2030要打了，北京從來沒有一句話說我不會，一句話都沒有，都沒有。為什麼還在旁邊冷笑？嘿嘿，你看看，美國都幫我助陣啊，然後當美國說要打台灣的時候，一定把台積電炸掉，一定把台積電怎樣，大陸也不講話。所以台積電現在被搞到美國去，都覺得說就是你因為大陸威脅啊，所以不但台積電去，整個上下游都去啊。北京不會講一句話嗎？我沒有說北京不能打台灣，他每天就說我絕對不放武器，我絕对不。我說你在講一句話嗎？你不台獨我就不打你，你台獨我就打你，還不肯講。好了，那你一方面不肯放棄武力的打台灣，一方面又反對美國賣我們武器，那你要台灣怎麼辦？你要台灣怎麼辦？他們做台灣的中華民國立法委員，你叫他怎麼辦？你要想到這一點啊，他要選舉啊，年底就有選舉啊，2018年還要選舉啊，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嘛。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為什麼當時在這個為了這個軍售問題，我被大陸網友啊，甚至被國民黨中央鬥員罵我罵得要死？你罵我幹什麼？我告訴你，我的道理很簡單，鄭麗文國民黨的立場只能動110億，就是只能動支這個錢，守住你的立場了，其他框一個8000億，其他是不能動支的。你美國如果沒有第二批發救出來，我就不能動支啊？為什麼？沒有人知道川普會怎樣，真的沒有人知道。好，但是我已經仁至義盡了嘛，我把你框進來了。如果你川普跟習近平談的結果是你川普不發第二批發教書，我台灣沒有對不起你啊，是你對不起我啊，是你川普對不起台灣啊，我們沒有對不起你啊。那另外就是說，不要讓川普有理由。習近平已經跟川普講了，你不要賣，不要賣，不要賣。如果你台灣自己就把它砍掉了。習近平、川普大家可以講啊，我不是我砍的，是你台灣自己立法院砍的。當立法院砍的時候，那你这都不要了，我幹嘛保護你呢？所以當你這個8000億、7800億好、8400億框在這個裡的時候，川普你要逃是你逃哦，是你 chicken out 逃，不是我哦。如果說因此川普跟習近平談完以後說沒有這140億的第二批發價書了，或者我遲幾個月給你了，責任不在台灣哦。責任也不在藍綠哦，也不在藍白哦，責任在你川普自己哦，你美國自己哦。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就這個道理啊。鄭麗文要去6月1號到美國訪問哦，那他說要打造東亞的和平繁榮之鏈了哈。那另外呢，說親美何必仇中，我也同意啊，親美幹嘛要仇中？不需要，兩邊等距嘛，都好不好嗎？哦，大家都拉我們台灣不好嗎？那林佳龍是說呢，主要和平也不是就白來的和平，還是要有嚇阻的力量啊。那另外呢，鄭麗文說呢，他要拋出太平洋和平繁榮區的構想啊。那到底能不能見到行政部門？學界絕對沒問題啦，國會議員也沒問題啦，因為美國很多國會議員對我們非常好啊，哦，因為他們非常反共啊，哦，但是行政部門才重要嘛。你行政部門才是美國主要的這個你要溝通的對象。那他說是袁建生會幫助他哦。我老實講哈，如果按照國民黨原來的3800億，我告訴你，你誰也見不到，你行政部門一個都見不到。但是因為現在反正已經通過7800億了嘛，
那這該買美國的也都買了，剩下刪掉是在台灣買的，那跟美國關係也不大。所以我認為對鄭麗文去美國訪問是有幫助的，但是到底能見到誰，真的也不知道哦。那到底這次去鄭麗文去美國能不能像去大陸那麼風光哦？那他說要想見川普嘛，我認為是不可能了哦。但是如果能見到這個行政部門裡面重要的人，也不錯的了哈。我們看一下。川習會本周登場，台美軍售是議題之一。在此之前，立院通過打折版的軍購條例，外媒為此專訪國民黨主席鄭麗文。What's your response to calls from U.S. lawmakers that Taiwan needs to spend this money on its defense to send the message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that Taiwan is serious about its defense? Actually, we are very serious. 大部分都語焉不詳，沒有具體的內容，所以我們不可能空白授權。C剛剛點出，國民黨雖通過對美軍購資金，卻砍掉國內無人機計劃，且在軍購表決前，鄭麗文赴北京見習近平。You obviously have your critics that accused you of being a pawn while you were in Beijing, saying that you and Xi Jinping had almost the same language. 雖然在這個部分，我跟習近平有共同的語言，但是正是因為兩岸存在着巨大的歧義，所以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共同的基礎，展開和平的對話。鄭麗文聲稱可以避免戰爭，但川普也曾明確指出，有實力才有和平，也成為 CNN 提問重點。How can you guarantee it won't happen if Taiwan doesn't have what your military leaders say are enough weapons to deter military action by China? 國民黨執政，台灣的國防力量 deterrence 的力量依舊是存在的。CNN 專訪中多次提出對鄭麗文兩岸論述的疑問，以及台灣選舉將至，面臨路線選擇。A growing number of people here in Taiwan identify only as Taiwanese. They don't identify as being members of a greater Chinese nation, but that's something that she's really pushing for. So the results of these elections coming up is going to be a real litmus test as to how the people of Taiwan feel about all of these issues. 好，鄭麗文6月1號要到美國哈，那到底到美國這次呢，能夠見到什麼人？哦，到底能不能見到川普？能不能見到國務院的高層官員？哈，那都大家很關心的話題。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好，陳以信斷言鄭麗文6月到美國訪問必然成功哦，而且這軍購案呢也不會責怪台灣了，怎麼好責怪呢？鳳儀怎麼看？其實，因為我對軍購的部分啊，我是同意說，只要有美國政府的部分，我就通通都同意。同意的原因是很簡單，其實我本來就認為，因為從今年2月開始，習近平跟川普通完電話之後，川普就口口聲聲的說他要跟習近平談軍售。那當你知道說在北京眼裡頭軍售是這麼重要的時候，那麼那是唯一他在乎的。其實坦白說，你口頭的表述，什麼樣的表述，我覺得對於北京來說，他已經看多了。你任何總統的表述，下一任都可能改變。所以我不覺得他們把它放在最優先的一個目的。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算台灣通過了，其實第二批的這個軍售到最後反悔的應該是川普。那當川普反悔，我覺得大家才能夠認起美國的嘴臉，而不會是就覺得說是我們自己阻擋了。其實到最後那筆，所以我為什麼會講說，8000減 N 跟3800加 N 其實都一樣，因為這個 N 在川普的一念之間，但是觀感是不同。對啦，我同意啦啊。那最後呢，我們接下來談的是鄭麗文，我同意陳以信的看法。我知道在這個上次政協會的時候之前啊，很多人唱衰鄭麗文去大陸這樣子，當然我也覺得那是一次很大的挑戰，必須要非常的勇敢。可是我想事後大家看到 TBS 的民調，很明顯的認為鄭麗文去大陸訪問是加分的，只是很可惜後來的軍購案把前面的政協會的加分通通洗掉了。可是呢，6月這一次的訪問美國，我必須說，坦白講了，鄭麗文比侯友宜會表演。你知道，在2023年的時候，侯友宜訪問美國，其實非常成功哦。美國的學者智庫對他都是讚揚的哦。可是沒有在台灣沒有什麼報道。我覺得這一點呢，就是侯友宜吃虧的地方。當時侯友宜的說法有類似之處，當然他們有很多立場上面是有差距。可是你要知道，站在美國的角度來講，覺得你們都差不了太多。其實就是兩岸和平，然後亞洲就和平，亞洲和平，然後中美之間就沒事。
他們的論述其實基調都是如此。你要知道，侯友宜那個時候是非常被肯定。那時候陪着侯友宜去，那麼美國的學者們，他们都非常的興奮啊，覺得哎呀說服了，這樣完全有了一條很好的路。很可惜，後來其實沒有做很好的發揮。其實這條路是很重要的。那我覺得鄭麗文在這件事情上面，要比侯友宜善於在台灣內部溝通啊。那他最近其實你要注意到，就是 Bloomberg 也好，或者是 CNN 也好，都是國際上面非常知名的媒體啊。他在美國還是不是主流，我不敢說，因為現在美國還算，但在民主黨是主流啊，在共和黨的話，就比如他們收視率調查，第一名是福斯哦。那 CNN 已經排名很後面了，尤其是 CNN 的母公司现在可能要跟甲骨文的創辦人的兒子要合併這件事情，可能會變成川普控制的這個媒體，但那是以後的事情。CNN 跟 Bloomberg 在國際影響力是大的。那麼曾幾何時，他們會來訪問台灣的在野黨的領袖？那這種接踵而至的訪問，其實凸顯了一件事情：國際上面對於鄭麗文所帶動的一個新的路線，是高度的要觀察的，就是他們高度關注。贊成不贊成是另外一回事，但他們高度關注，而光是高度關注這件事情，其實本身就代表的這一條路在國際上面已經開始打開了它的知名度。因為兩岸如果和平的話，對美國來減少美國很多的負擔啊。從某個角度看，我覺得鄭麗文這趟去美國哈，他的幕僚啊，一些可以安排的人，大概會盡心盡力讓他場面好看啊，不丟臉啊。哦，該見到的人雖然不是很高層，但起碼也能夠講得過去。但是我覺得鄭麗文去北京之前，他特別強調我是中國人，不止一次。啊，我覺得應該在國內真的是敗筆。但是因為你要去進北京習大，我覺得這個也可以諒解啦，因為講的話都是他願意聽的。但是這次他去美國，他講了一句，我覺得他的立場完全跟習近平一樣，而且是站在川普的對立面。他希望川普接受反對台獨，就是這個習近平的意見。老師，對不起，我打斷一下，我聽你講過，但是反對台獨也是國民黨的立場啊。國民黨一向是反對台獨啊。這個等一下，我跟你講，是說來話長哦。我們有一天去暐瀚的節目，我們來辯論這個。我會講這個唯一哈，國民黨也是反對台獨，沒錯啊。你不能說因為不是國民黨跟共產黨這一點一樣，就是他是親共。不是，你想不通的地方多了。好吧，你一直在講說老美，你為什麼這個不講，那個不講？為什麼我不打？為什麼不講？老共不是老美了。老共啊，老共的腦中啊，什麼叫態度？我知道了，很多定義是我知道了。不是，目前民進黨就不用講了。就算2028國民黨執政了，如果國民黨的主張立場現在不變，口口聲聲都講中華民國或者中華民國台灣都沒有關係，只要像我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你就完了。我跟你講，你要曉得老共的底線，老共不一定要到手哦，這個島不一定要到手哦，但是他對你要的這個心啊是千年不變的，所以這個你們要把握得住啊！你現在當然可以討好意思，沒有問題。不過我要講哦，我剛剛聽了鳳馨的話，聽了你們的意見，我的信心更加堅定了，我更加樂觀了。為什麼？因為老共的鴿派，尤其是軍方的，如果他們認為不用武力，遲早我們可以贏，和平手段就可以贏了，非常好。我聽了非常的振奮。為什麼？這樣主張的人，不管他是軍人也好，他是鴿派嘛。鴿派有信心是好事啊，你難道希望鷹派有信心嗎？對不對？那鴿派有信心，那如果鴿派抬頭，他不動武的話，時間就有了。那個時候呢？但是他們所想的，說如果老美賣武器給我們賣少了，我們自己裡頭內部會大亂，有道理，你知道嗎？但是不會要發生，要看台灣領導人的智慧。這就是那些講哦，你吸毒吸久了，芬太尼爾也好啦，摩菲也好啦，什麼你吸久了，你現在給少了，哦，鴉片昨天吸這個量，今天給你一半，艱苦啊！你得想講，你台灣的領導人會艱苦，艱苦了，大家會賤啊，大家會打，這是我們的問題嘛。所以我想到，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電視廣告，保利達 P？美國對台灣的軍購就是保利達 P， 這是我們台灣百工百業的勞苦大眾，不管是出海捕魚也好，不管是第一個
嘿，被蚵仔較好。咱台灣人的虧了，明天的虧了，保利達 P。如果美國的軍購只是保利達 P， 那軍購有沒有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什麼？重要的是精神建設啊！你知不知？老沈，有得利啊，不得利啦。你應該到北京去跟說服他們說，美國軍購只是保利達 P， 你大陸幹嘛反對那麼厲害？梁瑋珊。侯友宜在這個美國的政界受到歡迎，那是因為他為捍衛中華民國。我們看到在這一次的這個國防預算裡面，他就支持這個 GDP 是3%的這個數字，那跟民進黨提出來的1.25兆其實差不多的。也就是說，他過去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其實他有深刻去理解到台灣現在的國防的困境。而這一次這個立法院通過的這個國防預算7800億，其實確實非常重創了台灣的無人機的產業。這個是我覺得這一次讓我感受到最深的算是一種傷害吧。因為我們知道無人機其實在這個現代戰爭裡面，其實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大家要知道，這一次啊，這個烏俄戰爭在今年的4月，就是上個月，這個俄羅斯死了35000人，而這個數字裡面有90%都是無人機去造成的。所以這也是在現代戰爭當中，我們其實已經不需要人去上戰場了，是需要機器去上戰場。所以這個前提之下，如果國民黨都把這個預算都砍光了，讓我們沒有辦法制造無人機，讓台灣自制的這個軍工產業沒有辦法興起，讓一個本來可以做這個世界代工這麼多的這個小工廠都沒有辦法去執行這樣的業務，不只是對台灣是個傷害，對台灣的整個產業也是一種傷害。其實台灣的這樣的一個無人機的產業，它是需要一個穩定的訂單。那當然在台灣的內部，這個飛鴻供應鏈的建立非常的重要。那被國民黨砍成這個樣子，你知道今天整個軍工這個跟無人機相關的產業的股票整個都大跌，因為大家確實是感受到哇，這個台灣這個未來真的是前景，在這個整個無人機的產業前確實是非常的低落的。我補充一句好不好？無人機產業如果那麼重要，為什麼不放在年度預算裡頭？要把它弄成什麼特別預算？我們有非常多的社福要做啊，很多基礎建設要做啊，所以為什麼特別預算要這樣做？國防預算又沒有上限。不是，怎麼會沒有上限呢？怎麼會沒有上限？我們現在連3%都沒有。侯友宜想要的3%到現在還沒有看見。這樣，而且不包括特別預算。對啊，我告訴各位啊，2026年國防預算是9495億新台幣，占我們 GDP 的3.32%。就是啊。所以年度預算已經超過 GDP 的3%。所以並不是大家反對國防預算，而是說為什麼你一定要編在特別預算？主要在這個地方。那民眾黨有一個附帶決議吧。他說，美國跟台灣合作的，像無人機是要合作在台灣發展的，要編在年度預算，沒有反對啦，只是請他編在年度預算。那至於官方編得進去編不進去，那就官方自己要去看嘛，對不對？來，龍介雄怎麼看？你們到底有沒有反對無人機？反對作弊的無人機嘛，對不對？你做鞋子的也可以搞軍火，做水電的也可以搞軍火，做茶葉的也可以搞軍火。你自己國防部把自己潑髒了，然後。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為什麼這次在中東，川普講了一句話，澤連斯基應該來指導啊，對不對？這個無人機戰術啊，為什麼？因為烏克蘭人用生命付出了代價，換到了新的無人機的戰術裡面，他的心得最多，那他受傷也最嚴重。但是在烏克蘭在排除了幾樣不能用的無人機，叫美國你這個不要再給我送過來啦。哦，送有用的過來，哦，那現在庫存的這一些是我們要買的嗎？你也不說清楚，也不講明白，然後說這一些東西將來我們可以無人機可以就是軍工產業可以培植，然後技術可以移轉，難道只是把這些庫存買進來，按2 kg 來把好你叫你套起來換2塊晶片，這叫做軍工產業移轉嗎？第一個就不透明，然後你自己把這種。特定的公司拿來搞軍火，搞10幾億、10幾億、10幾億的，你不要小看10幾億不多，當然對1兆來講10幾億是很小。那有了利頭以後，到底背後是誰嘛？那你是不是要這一些賺錢的人來幫你護航這1.25兆嘛？就是今天國防部自己不搞清楚，那在野黨質疑當然很清楚啊。坦白講，無人機的產業。誰最強？我們都知道啊！我也不愛用他人志氣，被自己威風嘛。那你能搞什麼？因為台灣呢、啊，要用的無人機，到時候啊，你連整個網絡啊都會很辛苦，所以最多大概就是只有光纖無人機嘛，對不對？有線的嘛，光纖嘛。那光纖無人機在烏克蘭造成多大的傷害？
上去以後，後面拉着那個光纜、光纖，那很細啊，還做輪的呀，那傷害了這個土地。但今天你是不是真的能夠買到頂級的，都沒有人知道，他也不告訴你。那原本被烏克蘭淘汰的這些，現在是庫存的這些，到底要不要買這些，也不跟你說清楚。對啊。哦，那你叫我們怎麼同意？所以你就弄到一般預算來，那怎麼去建制？甚至還講說啊，這個錢如果不先通過，那些公司會倒。你開玩笑？那你是拿我們國家的錢去當老闆了啊？那現在還沒有升級，就來輔助你這些公司，讓你不要倒，可以這樣嗎？其實台灣民間有很多產業也是蠻強的嘛，不用紅色供應鏈，我們也自己可以。但美國，你願意真心的把這些頂級技術給我們嗎？都不知道。然後你就說1.25兆要先通過，結果我馬別當接受啊，就搞到一般預算來，大家好好的談哪些品項可以，哪些品項不可以呀？3.32%基本上這個還沒有通過嘛，雖然是今年編這麼多，可是今年預算到底還沒通過，所以只能沿用去年才2.45%而已。我們現在就是沒有3%，我們還在努力當中。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預算。特別預算這些跟那個1100億那些特別預算加進一般的預算，這不是預算法，這不是預算法的問題。那些已經早超過了。预算概念有問題，你的預算我的沒有問題，我的法定上就是這樣子。特別預算本來就是在一般預算以外去額外追加的預算，就跟我們的基礎建設前瞻一樣，往外增加的才不会。我也是审預算審那麼多年的助理啊。好吧，就是說他的意思是說，今年還沒有審今年的預算。奉憲的意思說，就算特別預算通過，加上去年預算也超過3%的是這樣子，加在一起算了。不過我相信呢，今年新的預算立法院不會太阻擋的了，國防預算一向不會太阻擋的。需要再回來。我跟你講。